这个结论也就是量子力学的核心原理——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科学家一般采用什么方式在微观世界中测量物质的准确位置和动量呢？可不是用显微镜对着看这么简单哦。科学家发现了一个更有趣的测量。实际上，大部分人对相对论的了解程度远高于对量子力学的了解。那么，量子力学到底是什么？量子力学归根结底讲了个啥？我们还得从一篇神奇的论文说起。时间来到1900年，德国柏林大学教授马克思·普朗克在柏林的物理学会上发表了题为《论正常光谱的能量分布定律的理论》的论文。自此，潘多拉魔盒被打开，释放出量子这个妖精。由此，一个难倒物理学一众大咖的问题诞生了。这个问题就是：上帝掷骰子吗？而此时的爱因斯坦也才21岁，刚从瑞士的苏黎世工业大学毕业，正在为了找一份工作而焦头烂额。彼时的波尔也才是一个15岁的中学生而已。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个并不起眼的青年人会在10几年后成为物理学的两大领军人物，并且两人在量子理论的基础思想方面开启了巅峰对决。一场一直延续到他们去世的旷世之争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帷幕。爱因斯坦率先对上帝是否掷骰子的问题给出了结论：上帝不掷骰子。理由是他认为宇宙应当是一个确定性的可以预测的系统，也就是世界的本质不是随机的。这也是他对量子力学随机性的反对。丹麦物理学家哥本哈根学派代表波尔的观点恰恰与爱因斯坦相悖，他甚至嘲笑爱因斯坦在无理取闹。波尔认为上帝肯定掷骰子，理由是微观世界的随机性是内在的、本质的，并没有什么隐藏的更深的隐变量，有的只是波函数坍塌到某个本征态的概率。也就是说，微观世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即混沌体系。什么是波函数坍塌？后面我会专门讲到。霍金则结合爱因斯坦和波尔的观点，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结论。他认为上帝将骰子掷到了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在这场关于上帝是否掷骰子的论战中，各方都没有成功的说服对方，原因在于没有人能够通过实验验证得出具体实际价值的结论。然而，量子力学争议的重要性却是不容忽视的。正如德布罗意所言，物理学的前半生犹如在黑暗中摸索前行，而如今终于睁开了双眼，迎来了新的曙光。这个曙光则是一只神兽。时间来到1935年，获得物理学界杠精之星的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阿尔文·薛定谔，原本是为了质疑和讽刺以波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关于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就靠思想释放出了一只超能量的猫。这可不是一般的猫，被称为薛定谔猫。这只猫足足在科学圈横行了几十年。无巧不成书的是，这只猫并没有成为讽刺量子力学的钢刀，反而成了量子力学最可怕的代言人。薛定谔也因此从反对量子力学的中流砥柱摇身一变，成为了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科学家们将支漏的乌龟、拉普拉斯兽、麦克斯韦妖和薛定谔猫统称为科学界的4大神兽。实际上，薛定谔猫是基于双缝干涉实验的诡异现象提出来的。要想弄清楚薛定谔猫的来龙去脉，还得从一场持续了300多年的争论说起。我们知道，世界上的物质都是由原子构成的，除了原子之外，还有一种常见的东西，光。光到底是什么？成为了无数科学家都在思考的奇怪问题。首先登场的是现代科学之父艾萨克·牛顿。时间来到1675年，牛顿在光的色散实验中发现了光的偏振现象，也就是当一束光通过一个介质时，它的振动方向会发生改变。这种现象在通信领域的光纤通信和雷达技术中，偏振特性可以用来检测和区分不同的信号。基于光的偏振现象，牛顿认为光是一种微粒流，微粒从光源飞出，在均匀介质内做匀速直线运动，这则是史上著名的微粒说。荷兰物理学家惠根斯
则对牛顿的微粒说嗤之以鼻。他认为微粒说无法解释光的干涉、衍射及折射等问题，于是惠根斯开始了对光的本质的研究。经过15年的研究，惠根斯在1690年所著的《光论》一书中明确指出，光是一种机械波，解释了微粒说无法自圆其说的现象。自此，波动说诞生了。与此同时，科学界形成了以牛顿为首的微粒派和以惠根斯为代表的波派。两大学派在光到底是微粒还是波的争论上持续了100年之久，都没有得出结论。接下来的实验让这场持续100年的波粒之争产生了灵异现象。时间来到1807年，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专门设计了一个证明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的实验。他将一支蜡烛放在一张开了一个小孔的纸前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点光源。在纸后面再放上一张纸，不同的是，第二张纸开了2道平行的狭缝，从小孔中射出的光穿过2条狭缝投到屏幕上。若光为粒子，那么射向屏幕的光子将直接通过竖缝留下2条垂直的光斑。反之，若光为波，则由于竖缝的影响，光的形态将发生变化，形成新的波源。这2条波源就会和水面上的涟漪非常相似，2条波源就会彼此震荡交汇，波峰与波峰之间强度叠加，波峰与波谷之间正反抵消，最终屏幕上会出现一道道的斑马线。托马斯·杨通过实验证明光是波，到此事情并没有结束。100年后，当英国物理学家泰勒爵士再次做杨氏双缝干涉实验的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泰勒降低了实验光源的强度，每次只能释放1个光子，在任何时间，双狭缝最多只能通过1个光子。由于光子是一个个通过狭缝的，实验进展得很缓慢。一段时间后，泰勒发现探测板上还是出现了波一样的一道道斑马线的干涉条纹，这意味着光子自己和自己发生了干涉，也就是说，一个光子很有可能同时穿过2条缝。泰勒非常疑惑，光子如同子弹一样一颗一颗地发射出来，当光子在通过双狭缝的时候，要么从左缝穿过，要么从右缝穿过，不可能形成2道波源。难道光子有超能力还会分身不成？为了搞明白这个事，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在双缝板与探测板之间加上观测仪器，看看每一个光子到底是从左边通过还是右边通过。这个想法虽然简单直接，但实验结果却让人惊掉下巴。实验证明，当观测装置开启时，光子表现出粒子性质，只在观测板显现2条竖直线。当观测装置关闭后，光子展现出波动特性，干涉条纹再次清晰可见。也就是说，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取决于开不开观测装置。这和你看球赛是一个道理，你支持的球队获不获胜跟你开不开电视有关。是不是觉得很扯？于是科学家决定改变开启观测仪器的步骤。在实验开始时，科学家不决定是否开启观测仪器，而是在光子释放后再决定是否开启观测仪器。也就是说，开启观测仪器是随机的，不确定性。经过多次尝试，依然是波状和粒子状都存在的。双缝干涉实验的结果让科学家们很苦恼，也出现了多种观点，试图诠释这种诡异的现象。于是科学家们将波状和粒子状都存在的现象称为波粒二象性。光到底是什么？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准确的答案，直到一位大神的出现，人们才开始重新定义光。时间来到1905年，26岁的爱因斯坦做出了3项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即我们熟知的狭义相对论、布朗运动和光电效应。爱因斯坦认为光是整个世界的最基础，也是宇宙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光的传播速度是恒定的，于是总结出了一个数学方程，也正是这个方程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E 等于 mc 方。
，E 表示能量， M 代表质量，而 C 则代表光速，也就是说，光和能量与质量可以产生互换。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变原理认为，当物体的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它的质量将趋于无穷大。爱因斯坦大胆假设，光是能量的一种传播方式。在此基础上，爱因斯坦还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那就是爱因斯坦在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光电效应。科学家们对光电效应的深入研究，对发展量子力学起了根本性的作用。要想迈进量子力学的大门，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光电效应。通常来说，在光的照射下，某些物质内部的电子会被光子激发出来，而形成电流，即光生电。这种现象被称为光电效应，这是一种罕见且独特的物理现象，它的发生机制直接受到光线频率的影响。比如某个频率以上的光线，仅需要轻轻照射，便能从金属中打出电子。那么在此频率之下的光线，无论经过多长时间的照射，也不会从金属中打出电子。这种现象无疑让人感到疑惑不解，因为根据经典物理学中的牛顿定律，能量本应呈现出持续的、连续的性质。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假设你想将一个较大的水缸注满水，你可以采用盛水量较大的脸盆逐次倒入的方式实现。同样，使用容量较小的水杯进行接水操作，最终也能够达到相同的效果。然而，现今的光电效应实验却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使用大脸盆可以轻松完成水缸注水的任务，但使用小水杯却无法达成此目的。对此，爱因斯坦解释说，光和原子、电子一样具有粒子性，光就是以光速运动的粒子流，也就是说，光的本质是不连续的。光子的能量取决于光线的频率，光线的频率越高，所包含的光子能量也随之增大。反之，若光子的能量较弱，那么它所传递给电子的能量也将相应降低。倘若光子的能量始终无法满足电子逃离金属所需的最低要求，那么电子便会持续地被束缚在金属内部。请看图中，蓝光频率比红光高，所以蓝光光子能量比红光光子的能量大。光电效应现象表明，宏观的物质世界并非像传统观念中那样呈现出线性特征，而恰恰属于非线性层次的范畴。在我们所处的微观尺度的领域内，几乎每一个微小的粒子、原子、原子核和电子以及电磁波都可以被理解为基本粒子。这些基本粒子均无法遵循经典物理学的牛顿力学定律，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我们尚未深入探索的神秘领域——微观量子世界。故事到这儿，由光电效应的璀璨火花将引发一场物理界的强烈风暴。我们将踏上前所未有的征程，从宏大而又真实的现实世界，逐步迈向那些过去经验无法完全解释和理解的微观量子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物理学的神秘巨兽薛定谔猫正蓄势待发，等待着被唤醒的那一刻。法国天文学家西蒙·拉布拉斯借曾预言，倘若我们能够清楚地知晓所有物体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上的运动轨迹，那么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些信息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现象。简单来说，当你拿起一把石子和抛向天空时，只需掌握抛出瞬间的高度和石头脱离手心时的速度和动量，便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每个石子最终会落到何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主要创始人卡尔·海森堡在微观世界里发现了和拉普拉斯预言相悖的现象，也就是在微观世界里，你根本无法同时测准物体的位置和动量。也就是说，你想在微观世界里精准测定只有原子大小的一块石头的准确位置，那么这块石头的动量必定难以捕捉。反之，你想确切测算石子的动量，那么它所在的准确位置将难以捕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取舍。
这个结论也就是量子力学的核心原理——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科学家一般采用什么方式在微观世界中测量物质的准确位置和动量呢？可不是用显微镜对着看这么简单哦。微观粒子的动量波长较长的光可以准确测量，但是却测不准微观粒子的具体位置。要想测量出微观粒子的准确位置，就必须采用波长较短的光。由于无法同时精准测量微观实体的位置与速度，其未来的运动状况也便无法精确预知。这个时候，薛定谔的猫就该登场收拾残局了。时间来到1925年，薛定谔基于一系列基本假设提出了波函数所满足的微分方程。这个方程也被称为薛定谔方程，它代表了微观世界中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其重要性犹如经典物理学中的牛顿运动方程的地位。由于薛定谔方程对具有波粒二象性的系统无法用实验证明，但它确实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假设，而且这个方程距今已经经历了99年的考验。这个方程也让薛定谔获得了193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为此，薛定谔在物理学界享有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的崇高地位。科学家们也正是通过这个方程发现了量子世界中粒子是可以同时存在于很多地方。我们前面提到的薛定谔猫处于50%生和50%死的叠加态，也是基于这个原理。薛定谔猫的思想实验大概是这样的：将一只猫放进一个不透明的箱子内，箱子里有毒气皮、放射性物质和开关。放射性物质具有半衰期，通过衰变来控制开关，而开关控制着毒气瓶。如果放射性物质衰变，开关打开，毒气释放，杀死猫；若是放射性物质不衰变，猫则安然无恙。我们知道放射性物质的衰变与否是不确定的，可能衰变，也可能不衰变。也可以说，放射性物质处于衰变与不衰变的叠加态。由于放射性物质的衰变与否控制着开关，所以开关就处于开与关的叠加态。那么毒气瓶则处于打开与不打开的叠加态，于是猫就处于生与死的叠加态。当我们想知道猫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时，就需要打开箱子，然后看到的并不是既死又活的猫，而会看到要么活要么死的猫。按照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诠释，猫的确应该处于既死又活的状态，而这显然是不可能在宏观世界出现的。这一发现令人惊骇至极，令众多科学家深感震撼，尤其是那些对量子物理学有着坚定信仰的科研人员。他们花费了数十年时间，尝试以各种方式解读这只游走在生死边缘的猫，提出了诸如上帝之骰子般的概率论和多世界存在平行宇宙学说等理论。这些仿佛哲学或玄学的观点，正是量子力学的独特魅力所在。前面我们提到，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只是波函数坍塌到某个本征态的概率。那么，什么是波函数坍塌呢？关于什么是波函数坍塌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光子是什么说起。众所周知，我们身处在一个三维的宇宙之中，在这样的空间环境中，单独存在的光子并不存在。相较于水波，光线并非物质本身构成的波动，更像是无形的电磁波形态。因此，爱因斯坦将每一个单一的光子看作是一种能量的表现，而非实体粒子。鉴于光波在与物体发生碰撞后会呈现出相应的结果，我们可以据此推断，这是由光子的撞击所引发的。我们正是通过观测这样的碰撞痕迹，从而推测出光子的特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系列的光子释放能够产生双缝干涉现象的原因。光子的频率代表了能量波的能量强度，而非颗粒状的光子只有当波撞上阻碍物或者分光镜时才会留下痕迹。而我们对光子的行进路径，便是通过这些痕迹进行逆向推理，类似于通过折射逆向推理出的虚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某个地方存在一个光子，然而实际上并没有实体光粒子的存在，仅有电磁波的运动。光子始终都是电磁波，在更高维度的空间中遵循波函数的规律运行。之所以观察会使得波函数坍塌，这与观察者的维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观察者处于三维空间，所以在观察的过程中便能够看到此时此刻波函数在三维空间中的解，也就是波函数在观察者所在空间的部分表现。此时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物质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物质其实并不仅仅是波的形态，更是一种概率波。它的具体位置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随机性。实际上，我们所接触到的实体粒子是人类大脑感知的一种现象，就好像我们能够分辨光线的不同颜色，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对于波长有着独特的认识和理解。也就是说，在微观物理学领域，并没有独立存在的单个粒子，唯一存在的是大量系统同时处于同一个空间区域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粒子。但这仅仅是我们认知的一种结果，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讲，物质的本质是由某个特定时空区域内某种量子频繁出现的概率来决定的。换句话说，当这种量子出现的概率达到极高水平时，我们才会承认这里确实存在着粒子，也就是物质的存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粒子本身并没有实际的大小，我们所说的体积实际上只是基于粒子出现概率的一种推测，也就是说，概率密度越大，粒子的物理尺寸则越小。观测与波函数坍塌究竟代表着何种含义呢？让我们用一种描述波运动过程的特定模式来进行解释。当我们使用一种特定的波与其他形式的波进行碰撞，随后通过详细的分析来推导出波的行进路线时，实际上无论是分光镜还是挡板等工具自身也都可以视为一种物质，它们同样也具有概率波的特性。当一种波与另一种波相互作用时，我们便能够得出它们在遭遇碰撞瞬间的具体可能发生的概率，其实就是锁定了它的概率。更为严谨的说法是，在这个过程中，在进行观测之前的原始波已经不复存在，而在观测之后，实际上产生了一种与原波类似但存在范围相对较小的新波。这种新波以一种概率更高、分布更为集中的方式进行传播，相较于原始波的扩散状态，新波的分布则显得更为聚集，大部分的可能性都被限制在某一特定的路径区域内，因此展现出了更为明显的粒子性质。所以我们可以将观测行为理解为对波函数的一次坍塌。目前在量子力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之一是退相干理论，也就是说，原本连续分布的波函数概率在经历观测之后的瞬间蜕变为离散分布于某一特点的德尔塔函数。比如说，退相干效应指的是当人们没有看月亮时，月亮只以一定概率挂在天上，而当有人看了一眼后，月亮原本不确定的存在性就在人看的那一瞬间突然变为现实。尽管我们所观测的真实世界中仅存在着唯一的实体，但演化过程却具有众多的可能途径，主要可以划分为粗糙历史与微观历史两大部分。粗糙历史可以被视为经典历史，通过路径积分等手段进行概率计算，而精细历史则属于量子历史的范畴，难以精确地获取其概率值。每一个粒子都处在所有微观历史的叠加状态之中，比如薛定谔猫实验中的放射性物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对于宏观物体而言，我们仅仅能够观测到一部分粗糙历史。当我们打开盒子时，所展现出来的薛定谔猫的状态受到量子退相干效应的影响，这些原本相互关联的历史最终会分离，仅仅保留下来我们所能感知的那一种状态。这就导致即使原先无纠缠关系的粒子，在宏观层面上也会表现得如同独立于经典世界中的个体。原本应该处于粒子叠加态的薛定谔猫，在箱子被打开之后，我们只能观察到猫是存活或者死亡的单一状态。因此薛定谔曾提出，无论人们是否打开箱子，这只猫的生死状态早已注定，只不过在未打开之前我们并不知晓罢了。由此可见，这只猫的生死状态并非由打开箱子那一瞬间所决定。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我是大军。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请我点赞、收藏、评论、转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在高速发展的21世纪，人类的科技水平已经达到了上可9天揽月，下可5洋捉鳖的地步，甚至将征途指向了外太空。然而在我们的地球上有这样一座神秘恐怖的小岛，上面的土著人与世隔绝6万年，至今都还停留在17时代，已是人类文明唯一没有涉足的禁地。在这里，一切法律条文都只是废止，杀人无罪。小岛上的土著人的领地意识非常的强烈，对一切外来人都持有敌对态度。若是你闯入了这座岛屿，那么你的结局就只能是等着被收尸。或许应该自信一点，根本没有人敢去收尸。这座岛屿的名字就是北森提赖岛，也叫北哨兵岛。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座岛屿和地球上最古老的原始人的故事。
在距离印度1300公里和缅甸300公里的直线交汇处，孟加拉湾的海域上有一座极其神秘且特殊的小岛，岛上被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其密集程度就连卫星都无法窥探其中的情况。这座岛是安达曼群岛的一部分，隶属于印度。虽然北森提赖岛归属于印度版图，可是岛上的土著人并不知道印度是个啥，更别说阿散的独家绝技了。从地图上看，这座小岛就像是一个小不点一样，因为它的面积只有72平方公里，宽约8公里，只有2个澳门的大小。因为这是一个拒绝与外界接触的遥远小岛，岛上有多少人并没有准确的数字，印度官方给出的人数大约是400人到800人，这个数据的可信度是比较低的。据说岛上的土著居民被普遍称为矮黑人或者是尼格尼陀人，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6万年了，而这6万年来他们的生活几乎都没有多大的变化。他们身材矮小，皮肤黝黑，体貌特征与非洲比格米人非常相似。一些人类学家推测，岛上的土著人很有可能是第一批从非洲走出的智人的直系后代。根据一些地理学家的研究发现，北森提赖岛在数万年前与大陆相连较近，海岸线基本相连，他们的祖先沿着海岸线到达了这一地区，并且在这里安顿了下来。可是随着地质的变迁，这片岛屿也逐渐和大陆分离，周围被珊瑚礁环绕，把访客拒之门外，也把自己锁在了里面。岛上的人也就此与外界隔绝。时至今日，岛上的矮黑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6万年前的祖先基本无异，依然还停留在石器时代。他们用的工具都是石制品，就连箭头都是用石头打磨的。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是捕鱼和打猎，岛上的水果、坚果、薯类以及蜜蜂和龟鸟蛋也是他们的食物。据人类学家研究，岛上没有农业，岛上的土著人就连钻木取火都不会，不过他们似乎掌握了雷火的运用，至于他们是如何储存火的就不得而知了。也正因如此，他们也被称作是人类的活化石，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略有几分相似。这些矮黑人不论男女都不着衣衫，生活上依旧保留着原始人的野蛮与凶残，他们警惕地保护着自己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任何外人在岛上登陆都有可能遭遇土著人的万箭齐发。虽然他们身材矮小，但是爆发力确实非常的惊人。曾经有考察队驾驶直升机对这座岛屿进行观察，没想到直升机的到来直接惊动了这些矮黑人，他们纷纷拉弓搭箭，投掷长矛对直升机进行攻击。在很多人的眼里，弓箭和长矛的攻击力很落后。你不知道的是，这些武器在他们手里玩了6万年了，早就人剑合一，指哪打哪了。他们射出的箭矢都是百发百中，什么百步穿杨都只是小 case， 并且他们在箭头上还涂有了毒液，这些毒液取材于什么植物，并没有人知道，所以外人一旦被射中，伤势是很难处理的。最后直升机只能灰溜溜地逃离北森提赖岛，回来后才发现直升机成了这个样子，是不是都有点心疼直升机了？对于这些未教化的原始人类，你是不是有些惊奇呢？有一种想去教化他们，然后把他们快速带入现代社会的冲动呢？不过我建议你还是放弃这样的打算，因为这事儿早就有人做过了，最后连尸体都没有弄回来。2018年10月份，一个叫做约翰·艾伦的美籍华裔男子是一名基督教的传教士。当他得知了这座岛和岛上的一些情况后，他决定彰显他身为传教士的主角光环，去北森提赖岛感化这些原始人类。他认为地球的每一寸土地都应该洒满耶稣的光芒。为了让他的主成为这些矮黑人的信仰，这个年仅26岁的基督教传教士就立马搭上了去往印度的飞机，然后乘船到达了安达曼群岛。他要求印度渔民带他上岛，必须把耶稣介绍给这里的原始人认识认识。可是几乎没有渔民愿意接这个活儿。在招乐的加持下，一个渔民接下了这个活儿，不过渔民只答应将约翰·艾伦送到附近的海域，剩下的路程需要约翰·艾伦自己划着独木舟去往小岛。为了能够和岛上的矮黑人进行友善的交流，约翰·艾伦除了带耶稣的画像和教义外，还带去了很多现代人的礼物。可是当约翰·艾伦踏上岛没走2步，就被一支箭射中了大腿，随后就被岛上的矮黑人给围了起来。约翰·艾伦把之前准备好的
的礼物拿了出来，但是这些土著人根本对这些礼物不感兴趣。然后艾伦就被胖子了一顿，晕了过去。矮黑人可能是印证了伸手不打笑脸人这句老话，所以就没有直接要了艾伦的命。醒来后的艾伦靠着游泳回到了渔船上。虽然艾伦经历这次几乎丧命的劫难，但是并没有抹去他要给这些原始人带去信仰的执念。渔民也劝艾伦不要再去了，并告诉艾伦北森提赖岛可不归印度警察和政府管，这些土人就是法外狂徒，是要送命的。艾伦却反驳说，这个地方虽然印度警察和政府管不了，可是总不能不归上帝管吧。于是他决定2天后再次登岛。艾伦想到了自己这一去可能有去无回，于是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好了遗言，你们大家都以为我疯了，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告诉这些人耶稣是谁，如果他们杀了我，请不要对他们或上帝生气。在登岛前，他将日记本交给了渔民。登岛后，果真如艾伦所料，他的身影一出现在岛上就遭到了攻击。矮黑人射出的一支箭矢全部扎进了艾伦的身体，耶稣的叫没有传到，艾伦就去见了耶稣。渔民准备在第2天将艾伦的尸体悄悄地给偷回来，可是第2天去时，艾伦的尸体已经从沙滩上消失了。难道是被这些土著给吃了吗？后面我会专门讲解，请不要划开。你以为艾伦是第一个接触北森提赖岛矮黑人的现代人吗？据史料记载，早在1867年的时候，人类就和岛上的土著发生了接触，也是有记载的第一起留学事件。1967年的夏天，一艘名为尼尼微号的印度商船行驶到了孟加拉湾海域时，遇到了强风暴，商船失去了控制，撞上了暗礁，搁浅在了北森提赖岛的海滩上。风暴过后，船员们正庆幸自己幸免于难时，就从森林里冲出了一群皮肤黝黑、手拿弓箭和长矛的土著人，他们每一个人都赤裸着身体，男性冲在女性的前面，对船员们发出奇怪的吼叫。船员们正不知所措时，无数的箭矢就朝着他们射了过来，海滩上立马就陷入了混战。不少的船员因为身中毒箭而发出了瘆人的哀嚎。在这些土著人的攻击下，船员们几乎无还手之力，无奈之下只能乘坐救生筏退回到海面。在船长冷静分析后，他派遣了几名水手悄悄潜入到商船里，取回棍棒和斧头，然后船员们拿着棍棒和斧头登陆上岸。剧情和之前的一样，一上岸就被土著人用弓箭攻击，船员们也用斧头和棍棒进行抵抗。在船员们的勇猛之下，这些矮黑人占了下风，索性就退回到了森林里，再也不露面了。几天之后，在战斗中幸存的几名船员被殖民印度的英国皇家海军救回。之后，北森提赖岛存在原始部落的事情就被流传开来，北森提赖岛也成为了许多人眼中的焦点，想去看看那神秘的矮黑人。虽然一直有人准备去岛上一看究竟，可是害怕回不来，所以也就一直没有付出行动。时间来到1880年，英国海军军官莫里斯·皮特曼怀着大英帝国殖民者无比真诚的善意，登上了北森提赖岛。这是继尼尼微号商船之后第2个登上这座岛的人。作为军人的莫里斯做了2手准备，他不仅带去了可口的食物，还带上了荷枪实弹的英国军人。莫里斯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若登岛文都不行就武都。说白了，在莫里斯的眼里，要是这些土著人对英国士兵不友好，他们就让这些原始人见识见识英国火炮的威力。殖民主义的嘴脸你看到了吗？矮黑人的心思远没有莫里斯那么复杂，他们的认知非常的简单，食物留下，人滚蛋。这些土著人见到送到嘴边的食物丝毫没有拒绝，全部收入囊中。令莫里斯没有料到的是，这些矮黑人上一秒还在笑着收礼物，下一秒就用手中的长矛和弓箭对英国士兵发动了攻击。然后莫里斯下令向矮黑人开火，这些矮黑人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这些矮黑人被现代的枪炮吓破了胆，然后仓皇而逃，躲进了森林深处。在这次战斗中，莫里斯俘获了6名土著人，分别是2个成年人和4个小孩。在抓到这6名俘虏后，莫里斯就带着他们回到了驻地，准备让他们和现代文明接触。可是当莫里斯带着矮黑人回到港口后不久，2个成年矮黑人就患病身亡了，成为了数万年来唯一死在海外的原住民。经过医生的分析，认为是和现代人的接触感染了现代人身上的病菌，而他们体内没有抗体，所以就不治身亡了。莫里斯也认为医生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就决定将这4个健康的孩子放回北森提赖岛，还给了他们不少的食物。就当莫里斯和大家都在为他的善举感动的时候，在北森提赖岛的矮黑人
却经历了一场险些灭绝的大劫难。被放回去的4个孩子，虽然身体上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在跟现代人接触的这段时间里，身体里已经携带了大量的现代人的病原体。他们一回到部落，身体里的病原体就开始在部落里疯狂的传播。一些体弱和年老的人很快就在这场善意的瘟疫中死亡。自此之后，他们更是把外来人视为最大的威胁，对于现代文明也变得空前的抗拒。到了20世纪的60年代，人类学家决定对北森提赖岛的原住居民进行研究。1967年，印度的人类学家肖勒克蒂登上了这座岛。这一次和往常不一样，没有遭受到任何矮黑人的攻击，一路上也没有遇到矮黑人。肖勒克蒂一行人很轻松的就来到了小岛的腹地，在这里他们见到了原始人建立的村落，可是里面却没有人。于是肖勒克蒂就和队员们把带来的糖果、布皮和水桶放在了空荡荡的房子里，并偷取了一些原住居民的物品，方便回去后做研究。并且肖勒克蒂还发现了这些原始人的坟墓，这个说明这些原始人没有吃同类的风俗，这也说明约翰·艾伦的尸体没有被做成食物，而是给掩埋了。发现这些之后，肖勒克蒂一行人就回去了。1974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摄制组决定到北森提赖岛拍摄纪录片。为了保障摄制组人员的安全，印度派遣了5名警察跟随摄制组一同前往。船只刚刚靠近北森提赖岛的岸边，大量的箭支如雨点般的向船只射来。出于安全起见，摄制组决定绕道从另一处登岛。可是他们刚刚下船，就被矮黑人疯狂的攻击，摄制组导演不幸中箭身亡，纪录片的拍摄也就此搁置。由于北森提赖岛的原住民对现代人类的攻击性太强，在1996年的时候，印度政府出于对现代人和矮黑人的双重保护，把北森提赖岛方圆5公里的海域划分成了禁区，并且还出台了法令，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登陆该岛，还派遣印度海军日夜坚守。2004年12月16日，当地时间上午7点58分55秒，在印度洋海底30公里的深处发生了9.3级的大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000颗氢弹的威力。地震引发了高达15米到30米的海啸，这场海啸全球共造成29.2万人遇难。如此大的灾难，对于北森提赖岛上的原始部落来说，更是一场无法逃脱的灭顶之灾。大家都认为岛上的矮黑人及原始部落都不复存在了，但是印度在海啸发生的3天后，还是派遣了直升机前往北森提赖岛进行搜救。可是当直升机在岛上盘旋查看灾情时，一群矮黑人再一次拿着长矛和弓箭对直升机进行攻击。没想到的是，在这么大的灾难面前，岛上的原住居民居然没有丝毫受到影响，这简直就是科学无法解释的奇迹。我只能说是这个部族受到了神的庇佑。这个原始部落数万年拒绝接触现代文明，这应该是有原因的。这个神秘小岛上的矮黑人是不是守护着什么秘密呢？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现代文明能够涉足这座神秘的岛屿，到了那一天，这些矮黑人的命运又会如何呢？